今天我们要来看一场现场直播的突发事件。以西结书11章13到25节，以西结正在异象中传达神的话语，突然一个人倒地死亡，现场一片惊呼。你以为这是神迹现场？不，神的审判直接发生在眼前。13节，我正说预言的时候，比亚拿的儿子皮拉提死了，于是我匍匐在地，大声呼叫说：哎，主耶和华啊，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净尽吗？画面太震撼，神还没审判完，人已经吓傻了。你以为神只会讲道理，这次他动手了，但是这真的是结局吗？还是另一段神计划的开场？在上一段，我们看到皮拉提这位误导百姓的领袖被神点名批评，没想到今天一开口就剧终。以西结吓到趴地，开始跟神大喊：主啊，你是不是打算一个不留，把剩下的百姓也全灭了啊？这句话其实反映出很多人信仰中对神的误解，是不是神一审判就是要清空整批人？但转折来了，15节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、你的本族、你的亲属、以色列全家，就是对大众说：你们远离耶和华吧，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。原来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西结，被那些还住在耶路撒冷的本地人嘲讽：你们这些被掳的，神已经不理你们了啦，这地是我们的。你看多熟悉的话术。今天也常有人说，你信仰失败了啦，还谈什么神的同在？ But 神亲自跳出来说，16节，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，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，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。转折来了。这句话超重要，神说就算你不在圣殿，我照样可以成为你的流动圣所。17节，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，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，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。喂，这不就是经典的大逆转吗？一开始以为神要全灭，现在却说我要聚集你们，我要给你们应许之地，我要把你们从流亡中带回来。而且不止地上的回归，还有灵性上的更新。19节，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，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，赐给他们肉心。哇，太感人了！这句话你知道有多深吗？实心等于麻木、冷漠、自私，肉心等于柔软、可感动、愿意回应神。你以为神只是想改变我们的行为，但他其实想的是改变我们的心脏结构，从里到外的翻新改造，比升级 iOS 还彻底。20节，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神。这一句话好像爱情宣言，有没有？你是我的人，我是你的神，不再是法律式的强迫遵守，而是心甘情愿的彼此关系。而且你知道吗？23节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，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。这象征着，虽然神的荣耀离开圣殿，但他没有离开他的百姓。
神不是弃子走人，而是转场了，而且这场景跟将来荣耀归回的意象是相呼应的。监狱不是毁灭，而是重建的开始。以西结在意象中看到的不是单纯的毁灭现场，而是神计划中清理与重建的过程。他不是只看我们现在有多败坏，他更看得见将来你会成为怎样更新的人。实心会被挪去，心灵会被放下，流亡的人会被聚回，神不会弃你不顾。